2、1，走。大家好，这里是梨树模式实训基地。接下来我给大家，我们每个人都有犯错的时候，但只有一个人，他犯的错误严重到足以让他成为地球史上最恐怖的存在之一。他叫托马斯·米吉利，是20世纪初的一名工程师兼发明家。他发明的多种物质毒性极强，差点摧毁了人类和整个地球。米吉利是真正意义上捅破天的人，给臭氧层干出了近3000万平方公里的空洞。他也被认为是地球历史上间接杀人最多的单体生命，并且还凭一己之力拉低了全美的平均智商。米吉利的人生开端还算平常。1889年，他出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比弗福尔斯。上高中时，他总是把元素周期表揣在口袋里，显然在学业上天赋异禀。从常春藤盟校康奈尔大学毕业之后，他进入父亲创办的轮胎制造公司，开始改进胎面设计。1916年，他的研究引起了通用汽车的注意，随后聘请他在研究副总裁查尔斯·凯特林手下工作。那时的汽车可不像现在这样智能，没有触屏，没有收音机，连自动点火装置也没有。要启动发动机，必须用手摇的摇柄转动，不仅麻烦，还很危险。凯迪拉克联合创始人亨利·里兰的朋友拜伦·卡特在帮助他人启动汽车时，因发动机回火被摇柄砸中脸部，最终不幸离世。这件事对亨利打击很大，他发誓绝不让凯迪拉克再夺走任何人的生命。这件事给了汽车行业很大的冲击，也逼着工程师们去解决这个问题。1912年，凯特林发明了电动启动系统，司机按下按钮，汽车电池就会向电动启动马达供电，进而自动启动发动机。这项发明堪称革命性的突破。1912款凯迪拉克 Model 30也因此成为世界上第一款只需按下按钮就能启动的汽车。但这个设计存在一个问题，汽车在行驶过程中会持续发出砰砰的爆震声，让驾驶员十分烦躁，时间长了还会损坏发动机。因此凯特林交给米吉利一项任务，解决发动机的爆震问题。经过一番研究，米吉利发现向燃料中添加化学化合物就能消除爆震。1921年，他终于找到了救星——四乙基铅。这项发明在当时广受赞誉，米吉利还因此获得了美国化学学会颁发的尼克尔斯奖章。但事实上，米吉利犯下了一个致命错误，他在研发出含铅汽油的那一刻，就把世界拖入了一场长期的公共健康灾难，最终夺走了数百万人的生命。问题的核心在于，含铅汽油在发动机内燃烧时，铅颗粒会从汽车排气管排入大气，而铅是一种毒性极强的物质，会污染空气、土壤、饮用水和农作物，通过多种途径进入人体。铅不会马上要命，但会持续伤害神经系统，尤其是对孕妇和孩子。或许你会觉得，就算是米吉利，也不可能知道这项发明会造成这么大的危害，对吧？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米吉利和通用汽车的其他人很早就知道四乙基铅的危险性了，因为生产这种化学物质的工人最早出现了严重的铅中毒症状。1924年，美国新泽西州的一家四乙基铅生产厂记录显示，49名员工中有40人出现症状，最终有5人死亡。但通用汽车和米吉利最终却选择视而不见，只因这项发明能为他们带来巨额的利润。米吉利甚至对凯特林说：“你能想象我们靠这个能赚多少钱吗？我们会赚2亿美元甚至更多，如果按现在的通货膨胀计算，大概是30亿美元。所以他们根本舍不得放弃。”1923年，含铅汽油正式上市。1925年夏天，全球已售出1亿升含铅汽油。米吉利成了通用汽车新成立的子公司以及汽油公司的副总裁。他在宣传中刻意回避铅的存在，将产品称为乙基液。尽管如此，还是有医生试图向公众揭露真相，并警告人们使用含铅汽油的危险。但米吉利知道，只要制造足够多的正面舆论，就能抵消这些反对声音。为了让公众相信四乙基铅无毒，他甚至在记者会上亲自做活体实验。他将纯的四乙基铅倒在手上，并用鼻子吸入其蒸汽长达60秒，然后宣称：“我每天都能这么做，身体不会有任何的健康问题。”记者们信以为真，这项产品也因此获得大量正面曝光。所谓天道好轮回，米吉利的这场表演也得到了报应。他患上了严重的铅中毒，花了1年多时间才康复。但他的这场营销赌注最终还是奏效了。尽管后来所有人都知道乙基汽油含有铅，但公众已被完全误导，认为它完全安全。20世纪，乙基汽油成了全球最受欢迎的燃油，石油公司甚至推出了铅含量更高的优质版汽油。仅1926年至1985年间，
整个美国社会就有700万吨含铅汽油被排放到大气中。2018年的一项研究给出一个数字，在美国，每年因为铅暴露导致的心脏病死亡超过25万人，1个世纪下来累计约2500万人。有专家估计，4乙基铅已经导致了全球至少1亿人死于心脏病、中风和癌症。2022年，美国杜克大学的研究人员通过数据估计，含铅汽油的广泛使用，使目前仍在世的超过 1.7 亿美国人的智商总和下降了约 8.24 亿分，平均每人下降 4.8 分，波及了美国1半的人口。研究人员后来还发现一个更惊人的现象，铅排放上升，大约20年后，犯罪率也会跟着上升。一开始没人能解释这个规律，直到后来才发现，那些小时候吸入大量铅的孩子，长大后更容易变得冲动、易怒，甚至更容易走向犯罪。这种看不见的金属正在悄悄改变整个社会。1969年，科学家确认了4乙基铅对人体的毒性，美国政府终于开始行动。1970年，环保局成立，并通过了清洁空气法。虽然乙基公司通过毫无底线的媒体宣传活动进行抵抗，甚至将环保局告上法庭，但最后还是败诉了，法规得以生效。不过，汽车行业并未立即淘汰含铅汽油，而是开始为汽车安装催化转化器。这种装置可以将一氧化碳、氮氧化物和未燃烧的碳氢化合物转化为相对安全的物质。后来人们发现含铅汽油会损坏催化转化器，这一发现成为进一步管控的关键。美国直到1996年才完全禁用了含铅汽油，欧盟也在2000年颁布禁令，但乙基公司依然将这种汽油销往发展中国家。2021年，阿尔及利亚成为最后一个禁止含铅汽油的国家，米吉利的恐怖铅统治才终于彻底被终结。禁令实施后，有毒铅不再大量排入空气，其带来的影响开始显现。以纽约市为例，1993年暴力犯罪约20万起，到1999年下降至约 10.7 万起。华盛顿特区的暴力犯罪率下降 58%， 达拉斯下降 70%， 洛杉矶则下降了惊人的 78%。相比之下，美国的一些黑帮头目简直不值一提，因为米吉利造成的犯罪数量可能比历史上任何人都多。除了犯罪率下降，人们的智商也开始回升，公众健康状况也显著改善。2011年4月，联合国估计淘汰含铅汽油已在全球范围内避免了120万人因铅中毒过早死亡，减少了 3.22 亿智商分的损失，还预防了近6000万起犯罪案件。同时，由于医疗支出减少，全球每年可节省 2.4 万亿美元，估算相当于全球 GDP 的约 4%。 由此可见，米吉利的贡献对地球的影响之大。他的发明夺走的生命、造成的智商损失以及耗费的数万亿美元，都足以让他的发明家光环蒙羞。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米吉利给人类带来的礼物还不止含铅汽油，他还发明了另一种物质，同样对地球造成了巨大破坏，再次将人类置于危险之中。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米吉利的第二项邪恶发明最初竟是为了改善公共健康。20世纪20年代末的制冷剂问题很多，不是危险就是不稳定。于是通用汽车再次找上米吉利，让他去解决这个麻烦。1928年，他和团队合成了一种新物质2氯二氟甲烷，也就是后来的氟利昂。这种物质不易燃，毒性低，性质稳定，非常适合作为制冷剂。和当初推广含铅汽油时一样，米吉利又用起了他出色的表演式宣传。1930年，在美国化学会的一次会议上，他深吸一口氟利昂，然后用它吹灭了生日蜡烛，以此来证明氟利昂既无毒又不易燃。经此表演，这款产品果然大获成功。到1935年，美国已售出数百万台使用氟利昂的冰箱，米吉利的科研成果再次获得认可。1937年，他获得了化学工业学会美国分会颁发的珀金奖章。但就像他之前的发明一样，氟利昂也暗藏着意想不到的致命隐患。科学家发现，氟利昂会在大气中长期存在，飘到高空破坏臭氧层，原本被臭氧层挡住的紫外线会直冲地表，皮肤癌和白内障的风险也随之飙升。研究公布后引发了广泛争议。1985年，英国南极调查局发现南极上空出现巨大臭氧空洞，问题被彻底证实。1987年，蒙特利尔议定书的签署推动全球逐步淘汰含氯氟烃，到2010年前后，这类物质在全球范围内基本停止生产。一些科学家预测，到了2066年，臭氧层可能会完全恢复到正常水平。然而，米吉利本人没能亲眼看到这一切的发生，因为他最后一项发明在20世纪40年代就以一种更私人的方式夺走了他自己的生命。1940年，
他患上了脊髓灰质炎，身体逐渐瘫痪。由于无法正常行动，他设计了一套由绳索和滑轮组成的装置，用来帮助自己起身。然而有一天，他不小心被这套装置缠住，无法挣脱，最终于1944年因窒息身亡，年仅55岁。在他去世时，在当时科学界的眼中，他依然是一位英雄。但和历史上许多人物一样，米吉利最终被自己的发明所毁灭，他当之无愧地成为了地球历史上破坏性最大的发明家。这结局带着一种因果报应的意味。米吉利的故事曾让我们看到人类智慧在短视与贪婪中可能走向的歧途，但更多的是让我们见证了人类纠错的力量与文明的韧性。如果一个发明可以改变整个世界，那一个错误会走多远？你觉得米吉利是天才还是灾难的制造者？这里是小哥睡前科普，晚安，我们下次再见。